嗨，大家好，我是欧迅。这一集要来分享一下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让你的车子也可以车中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喜欢开着车到处玩、到处睡、到处泊呢？找到一个漂亮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湖泊，或是野溪旁边，或是云海前面，就在那边车中泊呢。今天这一集呢，就来教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你不用改到任何车子的零件配件，你不用去破坏到车体，你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来进行车中泊，让你舒适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想要泊就泊，想要睡就睡。好，现在比较轻款的车辆，如果是休旅或者是 RV 类的这种车型，一般现在都是符合空气力学，车身都会越来越矮，它的空间也会压缩的比较低。这一台它就是坐起来的话，它离头顶还有一段距离，这也是我会选择这一台的原因呢。因为我可以舒服的坐在里面用餐啊、办公啊、打电脑，我会觉得还蛮舒服的。而且我有自己做了一个DIY一个板子，就是很方便可以坐在里面。比方说去合欢山上一些不能明目张胆在那边露营的地方，怕引起别人的观瞻嘛，我们就可以在车内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咖啡时光，那你要在里面用餐也是很方便。现在大部分的小车，你如果是一般的家庭房车啊，或是小车，你没有办法坐直的话，你要做其他的休闲活动，像我刚刚讲的，你要吃东西，还是打电脑，还是做其他用途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舒服。所以这一台也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这一台是1600cc，这一台的税金也很省，因为1600cc，所以牌照税是7120，燃料税是4800，加起来总共是11920，税金上面也蛮省的，然后再加上1600cc，本来就会比较省油一点，所以这也是我选它的一个原因。分享一下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其实这一台车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去施工，像我上一台 T3 这样子，就是里面全拆，然后再加上一些橱柜啊、车床啊、收纳柜啊、水槽啊、电池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大工程，所以你 DIY 很强，不然一般人其实很难去改造一台露营车。那经过我这2-3年的实际车中泊的经验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的需求其实也可以很简单，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进行舒服的车中泊哈。首先呢，第一个车身一定要打平，不是车身啊，就是座椅一定要打平哦。这样子一打平之下呢，我们当然车泊最主要的是要舒服的睡一个觉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车子能不能打平哦，会关乎到你可否就是可以舒服的睡一觉，因为你再放一个床铺上去，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卧室了哈。车身打平的样子哈，这一台车呢，后面这里其实是乘客座，那我乘客座把它拆掉了哈。乘客座拆掉之后啊，这边打平之后，这里会有一个高度，解决的方式就是铺一块软垫或是椅垫。我是用 IKEA 的那个椅垫，像这样铺平，增加它的高度。那当然它这样子就有一个平整化的效果了。这是我这一台啦。那我之前有试过新一代的 Vitera 它的椅座没有办法往前的倒平，它必须要往前倒，那个副驾跟驾驶座要往前靠，然后椅子再往前推。那中间呢，我只需要再塞一块，现在有很多那个气垫，填充物，把它塞下去，然后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平整化，这样子也是可以。目的只是要让你的后座平整化就好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方向盘，然后到外面这边就是前后至少要有180，这样子会比较舒服啦。我躺下来，我的头是在这边然后脚到那边。来实际试给你们看啊，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很舒服了。那我这边到脚啊，这边其实是有大概190公分啊，然后到头部这边至少有190，这样子的长度再放上一张床啊，这样就可以舒服的睡一个觉了。那我这2年在这一台金吉星上面有试过很多床垫目前床垫大概有分2大类，一种是定制类的，那定制类的通常它会比较舒服一点，它会像家里的床一样，它会比较大一点，可是会比较舒服。然后另外一种是充气式的，就是我最一开始在用的是充气式的，也是可能虾皮或者是淘宝买来，然后它用可能自己吹气啊，还是用那种打气筒，然后有些是自动充气的那个床垫，可是它的支撑性可能还没有办法像这样子折叠式的好。我今天带的是那个棉豆腐的折叠床它睡起来还蛮好睡的。就是我家里也是用棉豆腐的床啊，棉豆腐的床
真的是蛮好睡的哦，可以让你一觉到天亮那一种。那自从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号称是比你家还好睡的凹豆皮哦，那我就跟他买了这个凹豆皮，然后来睡一下。那果然真的是蛮好睡的哦，就是比之前所带的那个充气式的那个床垫还好睡，因为它的支撑性是非常的充足，很厚。哦，这个 Q 度是跟家里的床差不多，但是它的厚度不会像家里的床那么厚啦，这个大概是10公分左右的厚度。好，那我觉得在整个晚上的睡眠品质，我觉得是有加分的哈。床的部分呢，我觉得重视哪一种啦？你如果是想要轻便一点哦，那你对床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你可以选择小型的这种充气床垫就可以了，它体积真的是比较小一点点。那你如果是比较重视睡眠品质，腰椎跟背部哦，你的身体比较不好，需要一个良好的床垫的话，我个人会推荐这一块啊，它的凹豆皮，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而且它的颜色是沙色、卡其色哦，对于户外控来讲的话，很耐脏，它有一点点轻微防水，我觉得对户外人士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棒。现在才出来，有点晚。但是没关系，既然出来了，我们就推荐一下，真的是还不错哈。然后旁边这边呢，就可以挂一些东西，小包里面放了很多日常生活用的杂物。我的灯具也都会挂在这边，随手取用。因为晚上天黑的很快，所以直接拿直接用，还蛮方便的。这里挂了一把这个 Ben Knife 的折叠刀哦，这个折叠刀一个单手就可以操作，很帅。产品连结会一样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那边看一下。那整台车都是这种磁吸的嘛，所以就可以吸一些这个我很常用，车上好几个，是备胎挂包。我会在这边放2块抹布，擦窗户啊，这个预定布很好用，擦窗户的时候它是不会有水。那我里面还会再放一些很方便的东西哦，之前会放那个折叠 IKEA 折叠鞋架，那个蛮好用。楼梯不当楼梯啦，这个都拿来挂东西用的。挂个毛巾，个人非常推荐，一定要装个车顶架。有些人会放那个书包，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车顶架。里面的空间有限的时候啊，其实车顶架它就可以帮你把其他的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放上来。冬天的时候，这里就是会放那种厚重的棉被啊，这个是 ARB 的包包，它里面的空间很大，最多可以塞到2个床垫，然后2个被子，然后枕头之类的都可以放。侧边帐的尾部我也是会把它放进去。旁边这里还有一个脱困板，这个脱困板救了我2、3次，可是都不是救我自己的车，都是救别人的车。好，这个是车边帐，车边帐这个还蛮多人问的，那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ARB 的车边帐。我们冬天的时候啊，还会用一个客厅帐给它包围起来，里面就会形成一个就是比较密闭的空间，会比较舒服一点。里面烧暖炉啊、烧柴炉都可以。跑车在当年就只有简单的打地油而已哈，为了开车便利跟舒适哈，我们装了一个这个安卓机。这个安卓机我是找一间福斯商旅的外包厂商在嘉义，他帮我做安装的，他还有帮我装了这个高音喇叭，在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听音乐，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也是蛮贴心的，又帮我多安装了像快充插头，多了2个 USB 连接线。你要是开老车，你想要有一个蛮舒服的现代化享受，我觉得这个车机确实是可以带给你很方便的一个设计哈。当你上车之后，就连上你的手机，你就可以习惯你的这些 App 系统哦。好比说听音乐用 Spotify 哦，去听你习惯的音乐哦，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像以前都还要放 CD 啊，或者是灌 MP3，那个时代可能已经是过去了哦。现在都有一种很方便的设计，我觉得是还蛮好的。我们出外总是会需要用到电嘛，那你想要轻松一点，想要在不要带那么多东西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般的你也可以带行动电源哦，就是我们那种随身的这种行动电源，小型的行动电源哦，这一种哦。可是这个你只能可能充个手机可能充个3次4次就没电了。那你如果是还有笔电啊，还有像你的空拍机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多的用途的话，我们现在的露营用的那种携带式行动电源其实也蛮多的啦哈。大概这个尺寸哈，当然这个尺寸是蛮流行的，就是可以手提。它的容量大概是72Ah， 我觉得这个容量其实对户外来讲的话是很够用啊，就是可以充到好几台的电源，这一台可以充到10个设备哦，它也有这个
这个110的插孔 ，Type C 一般的 USB 的插孔。如果你的电器有像我一样多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台这样子的行动电源，我觉得是很方便哦，可以让你舒服的在外面3天2夜旅行，我觉得是还不错哦。收纳方面，我自己做了一个木板，然后砍入了这个是 IKEA 买的格子架，哦，它可以绑很多小东西。那因为睡觉关系，我都把它拆掉了。那这边其实有很多的五金配件哦，然后它也是可以磁吸，很方便。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上面绑一些东西，哦，上面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置物架哈。它上面可以塞非常多的小东西，我都会塞2、3张毛毯、被子塞在上面，垃圾桶也是在上面，吸尘器、毛巾、衣服、外套、旧车的工具都可以塞在上面，它的容量是还蛮大的哈。站在车外都可以很轻松的拿这些东西，很方便。我这里有做了一个，这个是折叠的，旁边这里有一个这个压下去就可以关起来。这个折叠桌的使用率非常的高哦，我喜欢坐在这里。然后就是看着外面喝一杯咖啡，像这样看着窗外的感觉是蛮好的。那像我们这一台几乎是无痕去做改造，所以在法规上啊，还是说就是低调的来进行车中泊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停在停车场，它只是一台不起眼的小车，但是里面的机能性又够哦。这边再放一个收纳箱，然后再放一个冰箱哦，基本上它的生活空间我就觉得很不错了。很简单的车中泊式样哈，这个是收纳箱。然后这个是冰箱，这样就可以很舒服的哦，在你的车内享受车中泊的生活了哈。前面这里就是收纳箱，这个收纳箱是那个 Post General 出的，旁边这里可以侧开，好像这样。这样就可以拿东西，很方便。现在车开的收纳箱其实还蛮多的啦。那这个它是新款的，重量也比较轻，价格也比较便宜一点。这个我最近很喜欢的哦，那也是跟了我好几次的。这是飞利浦的 TB5301车用行动温控冰箱。我先来讲一下这一台的优点好了，它的智能的温度，它可以从0度到4度，就是一般的冷藏设计，它也可以到-22度。我觉得它的这个智能效能非常的强。简单的说呢，它可以当冷冻库，然后也可以当一般的冰箱。那你出来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用冷藏就可以了。毕竟我们就是住个3天2夜，那你要住长一点，住到4、5天，当然是也没有问题。它的容量也是非常的大，它的容量也可以选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就选它比较小台一点的机种。它还有更小一点点，大概就是从到这里而已。如果是2个人露营的话，我觉得这个尺寸我觉得是还不错。我们放到3天4天的食材都可以。那如果说它断掉电啊，像我现在电拔掉啊，它断电的话，至少可以保冰，就像一般的行动保冰桶可以保冰48个小时，保冰效能还不错。这冰箱如果做到那个冷冻的时候，它里面冰淇淋啊或冰块，当然是都没有问题。很多人家里大概就是一台大冰箱，那你其他的空间，你想要像我们自己的客厅或是办公室，把它放在那边，它就是一个可以招待客人，或者自己冰一些饮料哦。有时候你的冷冻食物如果比较多，它也可以单独当一个冷冻食品。像有些像住澎湖的，不是家里都会有一个冷冻库吗？它就是冷冻的空间会比一般家用冰箱还要来得大很多。它的外形我个人觉得颜值非常的高，所以在家里如果装潢得很漂亮，你的客厅摆一台这个，在那边放一些可乐啊，还是招待客人喝的冰咖啡，我觉得都还不错哦，还不错。这台的极速制冷速度我觉得还不错，它的当你从常温然后拿到车上，再插到车子上面启动出发之后，你可能前往去全联还是去超市采买的路上，它里面的制冷就已经达到你要的那个温度，比方说0度还是几度，你开车的这段过程当中，它的温度就降下来，你就可以去采买你的食材，食物保存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我早期是使用那个行动的保冰箱，但是行动保冰箱我觉得是，它的优点是体积小，但是它的保冷能力可能就没有到那么好。比方说3天2夜好了，我以前最长3天2夜，可是通常在第2天晚上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就有点麻烦。那时候的解决方式通常就是，如果是住营区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到第2天它温度流失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
它冰到营区的冰箱，第二天晚上再给它拿出来，再冰到保冰桶里面。因为你的冰桶会时时的开关关，有时候从里面拿饮料出来哦，它就是流失了一次。到第二天之后，它的温度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当你第3天你想要再喝个冰凉的冰啤酒或是饮料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不太行了哈。所以这一台我觉得它的效果，我觉得是还蛮喜欢的啦。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在车内我觉得是还好哦，就是这样看过去，感觉是还好，旁边还有一个床嘛哦，所以我觉得在空间上是不会占到太多的。它这一台也非常的省电，然后环保，因为它里面是真空密封的。如果它的温度到达你设定的温度之后啊，它的压缩机就会停止运转，省电我觉得是还不错，省电性是还不错。压缩机启动的时候啊，它的声音其实是很安静，几乎是听不太到哈，几乎是听不太到。一开始出发去采买，然后到露营区或是到你的想要停泊的地方这段路程啊，其实它的抗震性其实是很不错，它的压缩机其实都会一直在持续的运转，不会因为你一直上下坡，然后有一些 off road 的路面，然后就会让它的机器有一些不好的状况哈。所以这一台它拿来做行动冰箱的这些设计，我觉得都有兼顾到这些防震抗震的效果，我觉得是还不错。以上就是这一台飞利浦行动冰箱的使用心得哦，我个人是蛮喜欢的，也很推荐。好，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底下的产品资讯栏。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极简车中泊4样的分享，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